为了家庭，我选择搬来台北，这一住就是10年。这座城市的熟悉街角，转身就能遇见回忆。台北是我扎根生活的地方，也是人生的转折点。这里藏着我说不完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台北的家。我在这里呢住了将近10年了，这里是我的孩子跟我的很多回忆的地方。虽然我们已经搬回去新加坡了，但只要放假，我们一定会回来这里。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吧。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空间，我的阳台种植了我最爱的香兰叶。台北是讲香兰叶，我们是讲斑斓叶。在台北，我很难找到我喜欢的一些香料，比如说斑斓叶啊、咖喱叶啊、巴巴亚 tree， 还有我的薄荷叶。每一次只要刮台风呢，我们就会很紧张，因为会很担心我们的这些香料会不会被风吹掉啊，或者损坏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我老公呢很细心，他就会帮我盖一个小小的 greenhouse， 帮我保护它。这里基本上其实是采用我的香料的地方，雇的呢就是我老公。我老公是那个 gardener， 我只是煮饭罢了。这里呢就是我的主战场了，我的厨房也是我待最长时间的地方。这里有我全部的烘焙啊、煮饭的锅，因为我很喜欢买锅，很喜欢买很多烘焙的东西。这里呢就是我煮饭的炉了。今天呢为大家煮了卤肉，我现在要炒菜咯。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炉的高度其实没有很高？因为这是为我量身定做，因为我长得不是很高，所以让我翻炒的时候是很方便的，不用这样炒，是这样炒，所以很舒服的炒。试看看，可以。不，我发现我在这里成长了，我发现我在这里成熟了，因为以前可能还是一个小女生嘛。然后现在当了妈妈之后，当了人妻之后呢，想法都改变了。我坚强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全部东西都开始自己做、自己学习。像我不会下厨，也不会烘焙，也开始学会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家，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很多回忆的地方。其实原本是没有这个计划要搬去台北生活的，可是当时 Alex 就两边飞来飞去，然后每次看他好累。当时我们的老大还很小，然后看他还要照顾 baby， 然后看他那么辛苦，我就心软了。我就觉得我要尽我做妻子的责任，就过去。当时是说2年，然后谁知道就变成10年了，对。因为我要下厨，所以呢，我就会经常去我家附近的惠国市场。它是一个传统市场，跟其他的大型的传统市场来比呢是比较小，可是我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我走一条街呢，我就可以把几乎我要买的肉啊、菜啊、蛋都可以买完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我常来买的米行，逢年佳节，比如说我要包粽子啊，要咸蛋啊，都是在这里买的。这个是我常来的，阿姨你好，阿姨她卖的蛋呢都是直接从那个农场过来的。我记得当时 COVID 的时候，真的很难买到蛋，就只有几颗蛋在这里，每次要很早就下来，就要抢那个蛋的感觉。所以我们新加坡真的还算是蛮幸运，因为我们不用看季节，不用看什么突发的状况啊，然后就没有蛋。
娘，你们好。哎，今天的五花肉这么早就卖完了？哦，五花卖完了。那没关系，我要些梅花肉。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自家做的香肠，很好吃。我很喜欢跟他们买，因为他们夫妻俩都很亲切。跟他们买已经买了好几年了。对。过年时候来买。是，过年我会买更多，然后我会打电话来订。对，你是高手。会做菜？没有。现在在新加坡拍片啊。对，他们陪我回来，就是拍一下我在这边的生活，所以我没有买很多，因为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回来。不过好，谢谢你的香肠，大家分享。好啊，我回去做给大家吃，谢谢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是我常来的鱼档，种类很多。逢年佳节的时候，我也会来这边买一些火锅的鱼片啊，或者是鱼丸。乌仔对不对？我要一条。好，对。我对鱼的认知，其实在这边学会的，所以我学到的那些用词都是这边常用的。就比如说五花肉就是新加坡的3层肉。我回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买五花肉，安哥就说哈五花肉，你是说3层肉吧？然后对，就是3层肉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阿姨，我来了，我要跟你买这个冬粉，炒冬粉。那阿姨很厉害哦，你看这么烫，他们直接可以用手抓哦。可是这个档口，阿姨他们不是每天来，1个礼拜1次哦，所以每次一看到我都一定会买。我觉得每次来这里给我感觉是很亲切，故乡的味道。对，有故乡的味道。你说得好，阿姨，真的，谢谢。我很喜欢来传统市场，很喜欢就是那种亲和力啊，大家聊天啊，给我回想到我小时候跟妈妈去逛市场的那种感觉，是一种很简单的幸福，我很享受这种生活。今天呢，我带了2位好朋友们来跟我一起体验做面线，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呢？嗨，我是 Cindy。那你呢？我叫 Samantha。Yes， 我们难得呢，今天3位妈妈可以放空，因为不管孩子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做面线。耶，走。哇，你看，面条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她呢，就是我的女儿的同学的妈妈，对，也变成了好朋友。她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妈妈朋友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一起从幼儿园一起长大到现在，大家因为我的关系，大家都凑在一起变成了朋友。好，来，你拿3只，我拿3只啊，一只给对面，一只给你。哎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？好，来，一只给你。好。好。那接下来2根这边呢，因为中间有面要圈起来，圈住就好了，不要夹太紧。好，来用2秒钟的时间呢，往后将面多拉1到2倍的长度，然后呢，先往后拉一下，拉，好，放松，嘿，然后就是1个人甩，2个人拉，我先甩哦，哈，好，来甩，一起拉，1、2、3，甩，一起拉，哎，放松，然后换1根的甩，一起拉，放松，哦，到你，对啊，接下来换2根的甩。一起拉！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像真的是要考默契，好像要有一个跳舞的那种节奏，你知道吗？跳那种感觉。接下来呢，拉的时间要缩短，因为容易断哦。哦，所以要记好。对，好，来再甩，来拉，放松，再一下甩，拉，放松啊！你们休息一下。哦，我们的一个断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整理就好了，因为长度细度还不太够，你们那组再来，还能再来？对。我真的好怕会断哦。你甩，再，轻轻的甩，一起拉，放松。好，再甩，拉，好 ，OK， 可以。哎，都没有，还可以吗？我们默契很好。还可以。那我不要压力。
老板，蜜蜂好可怕，老板。可能因为现在当了妈妈之后呢，胆子会开始慢慢越变越小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回来你身边了。想象力也会越变越多。我相信每位妈妈都会跟我一样，就想如果你不在，你孩子怎么办？所以因为这样，你会更加的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而不敢太冒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将面啊挂在木架上面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对对对。好漂亮哦，感找个位置觉好像就可以了是在作画那样的感觉。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吃面条，我们去试试看好不好？好走。好。你看会有停一下，然后再来放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来，你怎么这样？你，对，你知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跟小朋友了，我们完全夹不到任何面。那小朋友不会用筷子吧？对，但是他们还很小，所以我们好像是用叉子给他们夹。哦耶，叉子对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是在家长会的时候，家长会。幼班的家长座谈会，而且我还记得你是穿，他是班带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还记得你走进来的时候，你穿一件红色的洋装，我记得想说这女生很漂亮，然后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可是怎么样都想不起来。然后看到 Alex， 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大家都觉得 Alex 很面熟，可是没人知道他是谁，因为大家还想不到 BAD， 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在聊天，所以我就揪了3个妈妈，后来我们就交换那个 IG。才发现哦，超多人追踪。我说就去查你的 IG， 看你的名字，原来这是明星。他说你那么低调，都把自己……哎，我很享受我的神秘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全职妈妈，负责煮饭给小朋友吃啊，送他们去上学，接他们下课，那种很简单的生活，我其实还蛮享受的。我们的友情应该有9年8年吧。跟他可能大概有5、6年，对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本来是没有朋友的。进入了那个幼儿园之后呢，才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圈，然后就开始有我们自己的 community。礼拜6去到你们家，然后你煮饭的时候就说这个特别是为了你，你上一次说你喜欢这个，然后就煮给我们吃，根本都不记得，对，记得。就我们尝到很多新加坡料理，对啊，他是被演艺耽误的厨师，他超厉害，他来到台湾才开始会煮饭的，真的。我记得一开始他说他是为了小孩子的副食品才开始学煮。其实我要感谢你们呢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那个 guinea pig。你搬回新加坡，大家都很伤心，因为我觉得你有一种就是把大家能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，凝聚力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号召力，跟凝聚力，对，跟凝聚。而且有小孩跟家庭，我觉得很少会有时间可以聚在一起，所以礼拜6你愿意邀请我们，大家都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你不在，我们也比较少约。我们很少约，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坚持1个月1次。对。但我们还在等你，就是圣诞节回来，我们要，或是什么时候回来？要办 party。这么多年，原来就是一直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印象，当然也会很感动。我感动的点是因为我可以把这些妈妈们聚在一起，而且这么多年的还是这么要好的朋友。其实我在台北生活了10年哦，没有去过台中，因为 Alex 一直跟我说啊，那边没什么，那边没什么，可能他是懒惰，不想带我去。那身为外国人，我很想去看到底台中市跟台北市有什么差别。这一次去台中，其实也是为了去我一直想要去的餐厅 JL Studio。JL Studio 是我的朋友 Chef Jimmy 他的餐厅。可是还是不会，因为还是要让这整个休息。Hello， 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我们能
聚在一起，很开心。我的好朋友 Jeff 愿意陪我，他很厉害耶。现在 Jeff 已经成为了8点档的阿哥了，哇，好厉害！看到你这么成功，我都为你开心。我们趁热吃，其实那个味道一直扑鼻而来，我有点流口水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你在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，我都为你感到很骄傲，因为拿到3米麒麟 Star is not easy，OK？ 3星哎，3星哦，好厉害哎！谢谢整个团队跟愿意相信我的这个梦想。就很奇怪，可能我们人在国外都会找自己的同胞，然后我呢，就是当时只要看到是新加坡厨师，我都一定会去认识。Chef Jimmy 就是其中一个，也是不自量力的拿我煮的给他试吃。对，我发现现在在讲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记得我就有一次就端午节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就来一个健康一点的，我想说研究一下 Keto 的霸掌，我就还大胆的拿去给 Chef 说，Chef 你试试看我的霸掌，Jimmy 这么厉害呢，他竟然没有说很狠的话。如果说去他家吃饭的话呢，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就去的次数不要太多，可能去1、2次就好。但如果每个礼拜这样去的话，我敢保证2个礼拜、3个礼拜你肯定会胖。对，每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呢，一桌的朋友吃完之后呢，哇，小敏真的很饱，很饱，不能吃。但是我看到一个人继续在吃，就是他先生，一直在吃。搬来台北之后，我很喜欢的就是豪华露营。我没办法普通露营，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一群朋友们一起去豪华露营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新加坡没有的，而且一切都包办好，也有美食，东西又好吃，小朋友可以玩。林妈妈，香萍姐，我来了。林妈妈，什么事？我在里面很舒服哎。是吗？外面更舒服。真的吗？最近的天气呢阴晴不定，早上下雨来个倾盆大雨，然后突然间的阴天，然后转晴天，哇，好多 ants。那我不要坐那里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说真的大热天我们干嘛来豪华露营？你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啊？谁说我没有？我常带我的孩子们来豪华露营。我是说跟我这个老朋友也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也是。这个叫 friendship dating。新的一句话 ，friendship dating 哦。对啊，我认识 Jeff 已经有20多年了，然后搬到了台北之后，自然而然就会联络他，然后也刚好这么巧的，他也住靠近我家，然后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，虽然他孩子比较大，可是念的学校是一样的，所以是有一些共同话题。我考你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？我想才华横溢啊！我为了这个节目，我有做功课。那你就是那个从观众席呢掉那个钢丝掉歪牙进来那个仙女啊，是那个小精灵。小精灵，那时候看到你就是那种哇，这个师姐，台台湾叫阿萨里，就很爽快，很爽快。对，部落说啊，到我了，好来 ，OK， 我来了 ，OK， 是 OK， 然后台词讲一讲，哇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好，就这样，很利落、很快的一个人。然后之后我们就 Variety Show， 对，小人杂志 City Beat， 对，然后我们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，那个真的还算蛮好玩的，真的，我下面都还在啊，对，我每次看到都会想流泪。我也这么多的朋友过程当中啊，你算是非常在乎我这个朋友跟关心我这个朋友，因为你时不时都会问我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那你在拍什么，或者怎样之类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身旁的朋友很重要，虽然没有常常联络，但是彼此的关心，这已经是一种照顾了。虽然我是一个女生，可是我觉得我跟他两个是哥们的感情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跟 Jeff 的年龄也比较接近，所以在新加坡有时会请教我一下，比如说在外国拍摄啊这些，他也蛮有兴趣的。最后他选择了就是回到他的家乡，再重新再出发。这个我觉得还需要蛮大的胆量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快要回来台北的时候，有面临到婚姻的问题，然后还有就是生意上的问题，小孩的问题，事业领域转换的问题，哇，那时候就是我现在整件事情回想起来，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无法完全静下来，满脑子都是问号，我是对的吗？有一个前辈跟我讲，天
绝对无人之路啦。是的，对，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的悲观，你可能会慌，你可能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一面。对，就比如说啊，你突然间你有 AJ 了，你有小孩了，啊，我当妈妈了，我小孩我要怎么去带他？那你为了要给他吃的健康，你开始去看食谱，怎么样让他吃的更好、更健康？那我也从你老公 Alex 从他变瘦看他变胖，不是？哇，你改变了很多。当我第二次看到你的时候，啊，你煮菜，啊，炒菜还化妆，还有一层油烟在脸上，你们完完全全是看不到的。这种头发长长的，然后盘了再盘，然后应该是筷子还是什么夹子夹上去之后呢，然后这边要掉须须，这边又掉不掉的这样子，然后油头满面这样，然后戴那个手套这样，哎 ，Jeff 你坐一下。万事起头难嘛，当初 Jeff 决定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身为朋友就是鼓励他不要放弃。可是现在他会应该听到我比较唠叨他，希望他能找到他的另一半，也希望他幸福嘛。哥哥妹妹，那你们今天吃什么？爸爸他说他以前跟爷爷很喜欢吃的一个那个高丽菜加一个 special 的酱，蛮好吃的。会很咸吗？不能吃太咸哦。还好啦，没有这么咸耶。你们都每次帮爸爸说话。好，那你们去睡觉了。妈妈 love you，OK？Love you，kiss kiss。Love。